吗？这是在讲逛市集的影片记录。我们来到了花莲东大门夜市，顺便来沾点夜市王节目的风潮。那就来看看这夜市王夺冠的夜市到底好不好逛。影片拍摄时间是在夜市王还没开播前的时候，刚好也是在花莲旅游最低潮的时刻。那就也来看看花莲夜市的另一个面貌吧。这是在平常日晚上7点的时候来逛，本应该是人潮最多的时间点，但一进门口却发现真的是小猫2、3只。这个时间点还是有发花莲补助夜市券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有用住宿发票换到1张消费券。先来讲讲有在夜市王上榜的店家，一共有9间店家上榜。分别是54百带鱼卷、强蛋饼、格里波特热炒烧烤啤酒8、玉里臭豆腐鹅仔酥煎、阿浪园美味烤阿姨烧烤、宜兰香炸螃蟹、原香杜润竹筒饭，以及最难排到的福厅本铺柠檬汁。那等等也请眼尖的观众一起来看看，这些店家有没有经过错过？因为我印象中这几间当天逛都没有去吃过，然后在高雄夜市王总决赛时也没排到，下次再来花莲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那老样子，还是先来聊聊东大门夜市的历史。花莲东大门国际观光夜市，简称东大门夜市，原有福厅夜市、自强夜市、南边夜市、彩虹夜市迁移整并而来。位于台湾花莲县花莲市重庆路及中山路口，横跨花莲市第2联合里的民族里、民族里及民治里，可细分为福厅夜市、自强夜市、原住民1条街及大陆各省1条街4大区域，占地约9公顷，是东台湾规模最大的夜市，提供在地居民以及观光游客的知名景点。但这夜市其实算起来成立时间不算久，算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夜市。整行后创立于2015年7月，把原先零散夜市都整合成一个超大型夜市。营业时间为每日的17点30分到23点30分，摊位总数共计400摊，但因为位置辽阔，所以摊位并不拥挤。并于2016年9月初开始纳入花莲县政府观光处的旅游人数统计范围。在赈灾前，东大门夜市平均每月有10到12万观光人次，在全盛时期更是创下1个月20几万的纪录，算是支持花莲市区观光的一大指标。但因疫情跟赈灾的影响下，现在来观光的人次大幅下降，就变成眼前这副模样了。不过私心的说，虽然有些店家没开，但这样逛起来是比较舒服。那因夜市王夺冠的风潮带动下，听说又回到以往热闹的氛围。那也欢迎最近有去逛的观众留言分享一下，看看这波夜市王热潮能维持多久。那也不得不说这东大门夜市的独特之处，布道地砖均以硬度黑，搭配泉州白质花岗岩铺设而成，每块方砖长，宽均1.5公尺，厚度为10公分，整体的氛围感真的做得很不错。灯光明亮且环境整洁不脏乱，所以在2016年11月获经济部评定为全国2星优良市集。
那整个东大门夜市的范围也是真的够大，单纯逛都要走将近1个小时。如果再加上吃吃喝喝的话，可能都要分好几天来逛。我自己也是分2天来逛，才把这里逛完。不过不得不说，这夜市真的是能当一个标杆。光是整齐的店面、平坦的道路、明亮的灯光，连推婴儿车都不会感到丝毫的不便。唯一的问题就真的是太远了。我从高雄搭火车来，至少都要5个小时起跳。来一趟花莲比去日本的时间还久。光是车程时间就打消很多人前往的念头。也难怪一直有高铁到宜兰，甚至到花莲这种呼声。来了3次花莲的我，真的能体会这种想法，更别提那些来自国外的旅客们，要怎么千里迢迢来到花莲来体验山水之美？不知道各位观众的看法又是如何呢？欢迎到底下留言区分享。是不是叫自强夜市都很容易撞名？在高雄有2间自强夜市。不过说实在的，每个夜市的通病，在东大门夜市反而没啥看到。不知道是不是夜市间有做出区隔？好几年前，高雄六合夜市陆客正盛行的时候，不夸张，一大堆一模一样的卖龙虾、卖骰子牛，真的就是没走几步就一家。感觉整个夜市都是在卖这些高单价的商品。那时候在六合夜市根本就看不到在地游客，满满的都是陆客人潮。结果陆客减少后，整个六合夜市也没什么人逛。想要吃个宵夜的在地高雄人，也早就转往其他夜市去买宵夜了。再加上疫情那段时间，真的跟空城没两样。有吃过烤鳄鱼的朋友，欢迎到底下留言。以前还小的时候，长辈会买六合夜市的蛇肉汤给我们进补，但那时候很怕蛇，根本也不敢吃。到长大后，那间蛇肉店也关掉了，也很难再找到同类型的店家尝鲜了。那道烤鳄鱼我也还没有试过，带小孩也不方便买，怕他吓到。下次再来花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那这边还有提供给街头艺人的场所，我觉得也蛮不错的，能一边吃宵夜一边看表演，也是一般夜市不太常见的体验。不过今天的店家真的有点少，逛到现在大概有1-2成的店家没开吧，不知道是休息还是没出租出去，感觉是有点冷清没错。这边还是能看到国外游客，总感觉至少要在花莲住上1个星期，享受这种慢不掉生活的脚步，赏金、逛太鲁阁、自然山水之美，才算是有体验到花莲独特的地方。要不然像逛夜市，感觉也是附加价值而已。那边也要逛完这区的夜市，那也不负原住民一条街的招牌。让我看到烤鳄鱼这道那么有特色的料理。拍这段影片的时候，刚好是垦丁节瓜话题的时间点。6块节瓜卖100元被骂到臭头，这边一串3块30元，感觉好像还可以。街头艺人就算台下没观众，也是要努力的表演啊。说到刚刚夜市摊位的重复性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。犹太人独特的经营之道，如果不能做得更好，就做得不同。第一个犹太人来到小镇上开了一个加油站，生意很旺。第二个犹太人来了，发现加油站生意很不错，想到加油站的客户需要吃饭，所以投资开了个餐馆。第三个犹太人来了，想到来小镇的人多了需要住宿，于是开了个饭店。第4个犹太人又发现住店的人需要生活用品，于是开了超市。第5个、第6个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
吃饭、住宿、旅游、经商的人又需要加油，于是加油站、餐馆、饭店、超市的生意相继更旺了。逐步，小镇就成了一个经济繁荣的小镇，很多犹太人都富裕了，但其他人却变成这样。第一个人来到小镇上开了个加油站，生意很旺。第二个人来了，发现第一个人投资的加油站生意真令人羡慕，赶紧开了第二个加油站。第三个人又来了，看见前面2个同胞的加油站生意很好，妒忌的眼红，火速开了第3个加油站。第4、第5个同胞过来都是一样，开加油站还打折促销，最后恶性竞争，然后纷纷倒闭，小镇又回到原点。经过6合夜市事情，总感觉这幅画面早已出现过，这可能有太多不同的经营手段了吧？同样的种类可以引起群聚效应，增加消费者比价跟购物的兴趣。但整条摊位都卖一样的餐点，好歹也用不同的口味来区隔吧。结果没有，变成走到那边都卖一样的东西。以前的夜市真的很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。前一阵子的抓娃娃机也差不多是这样，不过近期来也收得差不多了。现在好像变成古早味的弹珠台了，这样也算是一种文艺复兴活动吗？那逛到这里，东大门4个夜市都逛完了。其实我们当天是已经吃过晚餐才来逛的，所以很多摊位都是走马看花逛过去的。这次夜市王的店家也没特别注意到在哪，算是有点遗憾。看老婆大人今年会不会再安排一次花莲之旅了？下次看有没有机会入住天河饭店。这次住过理想大地度假村，真的是非常满意。也欢迎想要入住理想大地的观众们，可以去参考那2部饭店影片，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做出饭店选择。那最后还是当个称职的观光客，选了这间在网络上很有名的烧烤店，玉米的价格也还算 OK 啦。那另外也买了其他烧烤等等，就回饭店当宵夜吃。这样一只还没破100，应该还算便宜。那加上这集影片，总共在花莲拍了5部，2部理想大地饭店的影片，1部远雄海洋公园，还有1部是花莲市区美食跟欣赏日出。最终章就是这部东大门夜市的影片了。那花莲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期待下部影片与您再相见。